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7月29号到8月4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Momo统一超剑指虾皮，Momo 与统一推出自家进驻式商城，并且提供免开店费跟服务费，只收取成交的手续费。第二，露天和 Cyberbiz 推出双平台开店服务。露天与 Cyberbiz 合作推出双平台开店服务，利用露天的流量，结合 Cyberbiz 的技术，使商家能够在露天市集曝光，并且透过官网来经营品牌跟会员，提升品牌形象跟会员管理。第三，时盛倍酸最顶加奶网红季补新跟小吴因为产品标示问题引发争议后，尝试透过购买网军来清洗负评。但我猜又是过几天就没事了，因为之前老虎堂也是什么虚假宣传嘛，现在也是活得好好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并且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7月29号到8月4号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Momo 统一超剑指虾皮。好，那这个标题念给你，叫 Momo 统一超剑指虾皮进驻式商城，能赢吗？一图掌握台湾 B2B2C 电商战局的变化。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现在 Momo 跟 Seven 都在推自家的进驻式商城，像是 Momo 里面有那个 Momo 店 Plus 嘛，或者叫什么 Momo 店家。那 Seven 的话就是 iOpen Mall 这个做法就是想要分食虾皮的营业额。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进驻式商城这个词看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可以用个人名义来开店就对了那像 Momo 以前有那个摩天商城嘛那个人卖家也可以用，收起来了那现在改个名字，那再来跑一次，那还是一样熟悉的套路最对位一开始免开店费、免服务费，只收成交手续费，手续费还很低那套路都一样啦那日后就是会慢慢什么都开始加上来，这样套杀有在做股票的应该都很熟悉那如果你只是一个小卖家，小卖家的意思是你不是靠这个收入过活的那你可以考虑办一个，反正就是上下商品多一个销售通路也是不错。但如果你要靠电商吃饭的话，我是建议你说先不要，因为它在短期之内不会打得赢虾皮。如果你在虾皮有做出成绩，那你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开始去经营自己的品牌跟会员的回购那还是会回到那一条老路，就是盖自己的品牌购物官网，而不是因为收费比较低就换平台那如果要的话，那你就不像是把自己定位在电商品牌，而是就一个网拍卖家这样。比方说呢，人家跟你买什么钓鱼的什么线或者什么，然后你就之类那他是不是你这个牌子他也没差，哪边有便宜他又跑去那个便宜的买了，你没有品牌的意识在里面。但如果你有品牌的话，你还去进驻这种那个商城就很奇怪但如果你今天在虾皮还没有进出成绩，那你换一个平台应该也是不好出成绩啦。第二个新闻，露天和 Cyberbiz 推出双平台开店服务。Cyberbiz 就是我上班的那个公司这个是我们憋很久的大招，那现在新闻稿都有，那我就可以讲了。好，这个标题叫露天市集和 Cyberbiz 联合推出双平台开店服务，未来能在露天找到更多外部品牌电商的商品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露天市集就跟 Cyberbiz 共同推出平台加品牌官网的双平台开店服务，那就结合惊人的露天的流量跟搜寻匹配演算法，以及 Cyberbiz 的营运技术，使商家不仅可以在高流量的平台上曝光，还能够透过自家官网深度经营会员和品牌形象这个我留到八卦的时候讲，就是大家都觉得露天没什么没有，露天非常之猛非常之猛。好，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就我们家的服务嘛 Cyberbiz 我们是系统商我们不是什么下一个 PC Home Momo， 我们这是盖品牌官网的系统商，所以我们客群一样但是赛道不一样。好，蛮猛的真的是蛮猛的。那这个是可以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分2段来看。
今天如果你有自己的品牌官网那当然是用我们家 Cyberbiz 的系统就好了，系统会自动把商品怎样同步到露天去，让消费者可以在露天搜寻到你的商品，所以你是有机会赚到免费的曝光版位，还可以吃到露天的会员。那重点是你什么都不用做如果你原本是露天的卖家，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系统来无痛承接会员资料这个很赞现在广告费那么贵，战场战局早就走到了不是拼谁投广告比较厉害，而是谁有办法去 cook 去经营这些会员来产生回购那你不用多花什么力气，就可以把这些人都塞进你的会员系统里面，设定好 automation 那是我们一个产品名叫 Cyberbiz Automation 自动化再行销那只要你剧本写得漂亮那不太用做事情，那个订单自己就会时间到了就会发生。好，来第3个新闻，时盛倍酸最顶假奶来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新闻标题是季补新小吴已买水军洗富瓶，时盛倍酸最顶假奶，网基像被宠坏的网红就网红季补新跟见习网美小吴开设的时盛熟成奶茶专卖店，因产品标示不清而引起争议。尽管两人已经发布道歉声明但那个季补新很猛他后来还发一个来酸当然意思就是我都道歉了，不然你要怎样然后更加严上但许多人认为这个道歉缺乏诚意，然后被揪出来他要买网军去洗富瓶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网络是有记忆的那个网友神通广大给你看网友截的图你看来这一个台湾平台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越南人来按赞这个就网军怪怪的。就是这一次啦，是他们在玩文字游戏叫什么时盛熟成奶茶那误导人家以为是日本的那个时盛，然后自己发明一个词叫熟成奶茶结果是使用奶粉跟那个冻砖哇，那个要有在那个业界才会比较了解冻砖那不是说保酒乳就是西方的技术，澳洲乳业或者什么，他们会把牛奶冻成很大的那个像砖头一样，然后来台湾去做解冻很讲究啦那就变鲜奶了那剩下的就干嘛？就调味好，来讲的那么好听那但我未看先猜，这个事情过2-3个月又没事了，因为这有先例，对不对？就老虎堂它之前不是主打手炒黑糖吗？然后被踢爆是假的新闻在这边你看老虎堂你应该都喝过老虎堂手炒黑糖珍奶广告不实，业者联书致歉那我框起来的叫台中食安醋鸡茶发现门市调制饮料为桶装黑糖浆，科技与很活嘛，对不对？代工厂直接送来的，根本没有什么手炒黑糖，然后他就是搞一个珍奶买1送1，应该大家又原谅他，又没事，还是会买现在生意也是很好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人社会上的问题啦就很宽容，真的是很宽容，只要人家道个歉，然后买1送1大概事情就过去了那然后呢，这就给下一家有再犯的空间真的是就好像大家看现在做诈骗即使被抓也不怎样那这样权衡利弊，我说真的是理性权衡利弊之后去做诈骗，真的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路，然后就导致变成现在这样诈骗之岛扯远了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7月29号到8月4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 ，Momo 统一超剑指虾皮；第二，露天和 Cyberbiz 推出双平台开店服务；第三，时盛倍酸最顶假奶。好，来讲八卦露天露天大概是电商网路界的活化石了，对不对？那个我小时候就有露天，人家一直到现在还没倒掉，这是有人家的本事的那个阳春的后台一打开仿佛回到10年前。好，这些都不谈，但露天有个很诡异的现象，叫做他的店家不离开，导致他的熟客不离开我再说一次店家不离开，导致熟客不离开。很多店家他也没有什么经营电商的本事，那什么各种电商行销流量操盘那个他都不会，他就是知道要把商品上架那我前面是不是讲特别一些比较小众，什么钓鱼渔具行是这样，这早就有了这不是新的然后呢渔具行他们怎么样？他们
那个商品的 SKU 数会破10000种、20000种，超级之多啦。那个鱼线那个饵啊、假饵啊，分尺寸、size、分颜色，什么一堆啊，钓鱼佬。然后他们数以万计的 SKU 放在露天，行之有年。你叫他搬，你要他怎么办？他没办法，他做不到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然后消费者买的熟了，就继续在那边买。当然有一大部分流到虾皮去有那么流到来，好，之后再说。但是就他的消费者很始终，你知道，就很始终，他就是说反正你就跟他买就是这样。好，然后就一直买10几年了呢。对啊，就到现在，所以我们会说露天现在还在营运上的那个会员都是老客人，然后他们的粘着度都，我个人认为极端夸张。然后露天还有第二个特色，就是它有非常多小众的王者今天你要买什么邦宝适尿布你要买什么 SK2 特惠组，你就不会去露天买嘛，很奇怪嘛。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些有的没的诡异的东西就没什么人会买卖的东西，去露天吧虾皮都不一定找得到。它有海量的这种小众商品那一样就是人家10几年前5、6年前就把它上架上好有卖没卖没差，就这样给它放着那有单他就去出货就这样管理也很松散他有没有那边统计他的 SKU 盘点也都没有，反正他没货，你都下单他没货就跟你讲没货就这样。比方说那个乌龟的饲料跟养蜥蜴的灯跟甲虫要吃的果冻这些东西虾皮都不太好找呢，你找到也就寥寥无几。你去露天找，你会发现发现新大陆真的假的这么多？对，就是这么多。所以小众赛道一堆，而且他们我讲小众好像显得他们营业很低，没有，他们营业很恐怖真的很恐怖。还有一些什么那个航模车模然后反正就是模型玩具啦做得很精致的，但大概也都是上露天去卖你要说他们到虾皮去，他们觉得麻烦，为什么？各种折价，你不要说消费者疑惑，他自己都看不懂。那都老人在做的电商那个后台都老会在管。一看无啦，原来这什么物件然后一堆活动要参加，是什么物件他们走的流派就是一个放生经营放生经营随缘佛系电商，你爱买你就来买，你没买我不会怎样，因为我都有实体店面，我有渔具行我有甲虫店就这样那很奇怪，就活很久很久很久然后消费者也都很始终，然后你各种商品的 SKU不知道我这样去了解一下，我都觉得像暗网你都听说过吧，对不对？什么冰山之下，我们现在的网络是冰山之上一点点，冰山之下，以台湾来说，这个商品小众商品的王者冰山之下应该就是露天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上一代的卖家，上一代现在虾皮什么有没的，那个都是新一代的卖家当然有那个老卖家迁徙过去的但上一代的卖家就是个放生经营他就觉得说网络你不是跟我说24小时你不是跟我说可以寄全台湾你不是跟我说没有在限制货架的，好，那我就来上。有啦，它商品总量有限制就开2个账号嘛然后就一直塞，然后那些也没有在管他们什么商品叙述、商品详情页都没在认真做一样能卖这就是小众商品的优势。你甚至你没有商品图，它都卖得动，不是说违法，而是就钓鱼佬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他就要买他就找不到就只有在这里找得到，然后就会买所以露天就很低调的小众的王者啦，大概就是露天。那这次跟 Cyberbiz 的合作，当然是我们很机密的专案嘛，然后运作很久了那这个就感谢各位同仁的帮忙那如今终于开花结果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补足一点，就是会员经营露天那个时代叫网拍拿来的电商你看它叫露天市集呢，叫市集就没开发票，你知道所以有点过时了，格格不入。我说它经营模式上不太 OK 了那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那个版本答案嘛品牌官网系统上台湾前几大，所以就合作，然后把那个会员的经营的观念引入进露天。你相不相信？我现在随便找一个露天的小众王者的卖家店长，然后就找他，然后问他说：“你店生意还不错你也没在打广告你知不知道你店里营业额贡献最大的前10个客人分别叫什么名字，住哪里
他第一、第二他讲得出来，第三就讲不出来了就这样。你把老板娘抓过来同样问题你问他他第一、第二可能讲的都跟老板一样，第三的话他就不知道了。对，这就是没有一个会员系统，然后去做 cook 我换句话说，他们有很多该赚的钱没有赚到了该赚的钱没有赚到，这是该赚的钱不是那边消摊用一堆有没促销活动去换一点点钱，不是这是该赚的钱没有赚到那我们 Cyberbiz 的好处就是我们就承接了这些小众王者的客户当然他要不要采用这个方案都他们自己在决定在研究，但我们就提供这个选项，然后告诉他们说反正就要有品牌官网，因为你在通路上大乱斗，对不对？你以前在露天你就经历了雅虎奇摩拍卖，什么都好，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对不对？什么都有了讲错广告词就这样。好，然后露天时代的对手后来又出了虾皮，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露天那个时候手续费是 1.5%， 虾皮来台湾抢市占，它 1.49%， 就这样。虾皮是有过这么低手续费的时代对啊，然后之后开始就朝了综合型商城前进摩天商城PC Home 商店街然后怎样的，然后之后又朝着 B2C 前进。我们厂商东西要入他仓库的，我入他仓库，他才敢跟消费者保证说24小时到货，对不对？然后就有 Momo 购物网那就是现在的 Momo， 保证到货速度的大概都有入仓然后虾皮24小时然后 PC Home 24小时这些东西，消费者的体验一直在升级露天还是那个样子。然后再说啦，你就给他做到 Momo 的王者王者商店又怎么样？你现在不是怕 coupon 怕得要死那 coupon 完了之后嘞，你看这个淘宝，如果淘宝现在又99块人民币免运然后后面还有谁？虎视眈眈、西印还有全球速卖通，还有抖音 TikTok 小黄车，对，你在通路上作战，你就变这样很辛苦啦。那你就 cook 自己的品牌那慢慢的维护维系自己的会员我会说垫高一个品牌价值的不是什么营业额，不是什么商品而是会员的数量会员的数量来撑起这整个品牌，然后会员就去 cook 嘛。好了，一言以蔽之，就是现在怎样？现在生意变难做啦，现在货比人多啦。以前在那边战后婴儿潮，在供需不平衡的时候，哪有在那边管什么会员经营的？爱买买不买滚我是前面有人排队，不要挡到人家那时候人比货多大家要抢，连奶粉什么东西都要用抢的。现在要做货比人多所以就出现了会员经营大家买哪家不是买？为什么要买你这家？你要给他一个理由啊，那个理由可能是你的品牌可能是你的经营经营就是逢年过节或者是写一些什么客户感动故事怎样让给他一个购买你的理由，然后买了就懒了就一直都在你这里买了就是这样好了，跟你分享，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要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